谭大人，幸好有您在，这要是让老爷看见，得多心疼小姐啊！放心吧，不会让你家小姐吃这亏的。春家女，你所诉何事？大人，民女所诉有二：一诉为密库盗窃一案，单一无辜被牵连，蒙冤入狱，屈打成招；二诉单一祖父的坟墓被盗，至今尸体仍未找到。学生冤枉，学生冤枉啊！大人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天理人伦乃我朝立身之根本。如今双双被迫，还请大人明鉴，还单一一个公道。康大人，春宋时所变甚是荒唐，审讯用刑本就是律法允许。至于说这单家坟地被挖，乃盗墓贼所为，与节度使府的盗窃案何干？怎知不是单家祖上无德，才会遭此横祸呢？你一个小小的女子，不知有何胆量来到这堂上。但说到律法，可知诸位人作词牒，加增其状，不知所告者斥50；若加增罪重，减诬告1等。我当然知道，劳烦田先生费心了，还要特意提醒我。民女虽然愚笨，但也知道这身为讼师，断不能冤枉别人，也不能被别人冤枉。堂下单一，你可要反诉？是。春小姐所言，均能代表学生本人。那么你之前所招认之事呢？学生堂上起居、翻供，其他事宜均由春小姐做主。好，看你伤重，免你跪礼。来人，赐座。是。谢大人。田秀才，单一起居，反诉之事你可认？当然不认。当堂翻供，藐视我朝律法，大人应严惩单一才是。田先生，您确定当日之供就是事实吗？那还有假？白纸黑字。天下事都绕不过一个理字，若是道理都说不通，就算是认下了，也未必是真的。单说单一这个案子，无外乎3个道理：目的、手段、结果。可偏偏这3点都说不通，前后矛盾，漏洞百出，一看就是在严刑拷打之下胡乱说出来的。康大人，本朝律法虽有规定可以当堂用刑，可一味的用刑，岂是追求真相的态度？好，那你说说，哪里不通？第一点，就是目的。请问，这盗窃者为何呀？当然是为财了。单家贫困，要以出租房屋才能补贴家用。田先生一看就没有调查过单家吧？单一的祖父开了一间医馆，单一长大以后就继承了祖业，祖孙2人很是善良，乐于助人，还为百姓施医赠药。就算是自己苦，也还是要做那积德之事。这样的人怎会行盗窃之事呢？或许他看不上小钱，却能看重大钱呢。黄白之物动人心，说不定他这是伪善，是沽名钓誉呢。田先生这话有证据吗？若是没有，岂不是冤枉了2位好人？民女有证据。大人，这是单一街坊四邻的证词。根据街坊四邻所述，单先生，单家祖孙乐善好施，遇见家境不好的，还不收他们诊金。谢谢。这样的为人，断没有动机，也没有可能会做出这样的惊天大案。虽说没有外人知道的动机，但种种迹象都指向了这个人。知人知面，岂知心呢？啊！春宋师，你不要忘记，在节度使府中演武堂发现的暗道，正是通往单家的。你的证据只是言论，而这条证据却是唯一的铁证。这就是我要说的第2点，手段。是，那密道是通下单家医馆，可单一的口供里也说了，那个房间租给了做生意的旅人，
而他们家是分为东西2个院子，为了避免彼此打扰，中间还筑了一道高墙。怎么会这么巧？早不住，晚不住，偏偏等到旅人来了才筑墙。那就不说地上了，我们说说地下。挖这么大一条密道，肯定有土方吧？这土方挖出来以后去哪儿了呢？从单家到演武堂地形复杂，挖密道需要地形图，这地形图又从哪儿来呢？据我了解，住在单家的旅人以贩卖小吃为生，3个人出门贩卖，7个人待在家里。他们起床很晚，下午才出摊，所以这大部分时日就是在家里挖地道。可是，要把土方运出去，要如何掩人耳目呢？虽然幽州城没有宵禁的制度，可晚上也有巡逻的兵卫吧？这罗府也应该有巡逻的府兵啊。罗节帅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敢问各位大人，定一个人的罪，只凭口供就可以吗？那单一家里面又没有罗节帅丢失的财物，他祖父的坟墓也是空空如也，如何定罪啊？